我和柳如烟结婚就是为了钱，她拿我当替身，我拿她当 ATM 机。柳如烟白月光回国那天，本该乖乖让位的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舍不得，毕竟漂亮又大方的金主可不好找。就在我盘算着怎么死乞白赖的挽留时，却撞见柳如烟为了讨庄臣开心，硬生生撬走了我妈戒指上的宝石，那是她唯一的遗物了。柳如烟看着我骤变的脸色，不耐烦地掏出支票，开个价，我双倍赔给你。看着她冷漠的眉眼，我瞬间清醒，这人啊，少动没用的心，多捞万能的金。我立马抬起头，笑眯眯地问道：“3倍行不行？”柳如烟一愣，随即像是早有预料一样，嗤笑着摇了摇头，笔尖在支票簿上利落地划过一个更长的数字，刺啦一声直接撕下来，将支票递到我面前。500万，你那枚旧戒指最多50万，我给你10倍。够吗？那支票上密密麻麻的零，我只在成都见过。接过来时，眼睛都笑成了月牙。够，太够了！见我这副眉飞色舞的样子，一旁的庄臣捏着那枚刚撬下来的旧宝石，心里顿时变得不上不下。他今天就是特意来恶心我的，故意说我的戒指主石好看，也笃定了柳如烟会为了他撬走这颗宝石。等到我回来，恰好撞见这一幕时，就会崩溃的像个疯子一样大吵大闹，那样他就能顺势扮演受惊的小白花，让柳如烟更加厌弃我，甚至能将我扫地出门。可庄臣根本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好打发，气得忍不住抬高声音指责我道：“方圆，你就这么拜金吗？王妈说这枚戒指可是你妈唯一的遗物，你对你父母都这么凉薄，对如烟姐能有几分真心？至于这颗破石头，还给你。像你这种人的东西，我拿着都嫌脏。”宝石砸在我脚边，在地上滚了几圈，磕出细密的刮痕。柳如烟看着庄臣过激的动作，几不可察的微微皱了下眉头，而我非但没恼，反倒主动弯下身把它捡了起来，吹了吹上面的浮灰，缓缓开口道：“庄先生，有件事，王妈可能没告诉你，我这个妈从小就对我很冷淡，她看到我混出点名堂，又想认回我，就迫不及待的花了大价钱买下这枚戒指送我，说要认回我，我没肯，她就郁郁而终的走了。”说完，我将宝石塞进了口袋里，对着庄臣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所以能用这么个玩意儿换500万，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过既然庄先生你不喜欢，那我就白占便宜喽。谢谢庄先生。庄臣被我这番话噎一口气堵在胸口，我倒是乐得看他吃瘪，端起主人家的姿态继续刺激他。庄先生今天刚回国，舟车劳顿的，我让王妈收拾好了客卧，早点休息吧。然后眼神拉丝的看向柳如烟，暧昧的说道：“那老婆，我先回房间了，我在主卧等你哦。”转身的功夫，我似乎都能听见身后庄臣咬碎后槽牙的声音。哎，我可是职业捞男，别用你的爱好来挑战我的饭碗了。回到主卧时，桌上还搁着那枚被柳如烟撬得七零八落的戒托，我顺手掏出口袋里的宝石放在一旁，微微叹了一口气，翻找出胶水，试图把它重新粘起来。我当年是被我妈送给了一户生不出孩子的人家，从小就靠一个人努力长大，所以别说我拜金吧，可能我从小就没尝过爱到底是什么滋味。活这么大根本没时间为爱发愁，为钱发愁倒是常事。什么爱来爱去的，上2天班就老实了。好在我爱钱，钱爱我。我脑子正乱七八糟的回忆着，身后突然响起了柳如烟的声音：“抱歉，我不知道，那是你妈的遗物。”我转过身，摇了摇头，扬起了职业化的微笑：“没关系，你不是给了我补偿吗？这么大一笔钱，我都不知道能买多少个戒指了。”柳如烟扫了一眼我拿着胶水的样子，并没有被安慰到，只觉得我是在逞强，垂下眼眸，一时间神情有些复杂。见她不说话，我顿了顿，拿起一旁的手机继续说道：“哦，对了，正好有件事要跟你说一。”话音未落，庄臣惊慌失措的尖叫声猛地从走廊尽头的客卧里传来：“啊，如烟姐，你快来！”柳如烟脸色猛地一沉，没有任何犹豫的转身就跑了出去。我递出手机的手顿在半空中，屏幕上亮着一张病历单：胃癌早期。我看着柳如烟匆匆离去的背影，屏幕渐暗，嘴角的笑也一点点沉了下去。当晚，柳如烟没有再回到主卧。看吧，钱才是最靠谱的。我没有困意，用那管廉价的胶水沾了整整一夜，直到窗外的日光斜照进桌上，我才停了手，勉强被沾出了个轮廓，但裂痕纵横交错着，像一张爬满泪痕的丑脸。我拿起它对着光看了看，真的该扔了，然后叹了口气，径直扔进了桌角的垃圾桶里。我站起身，正准备离开的功夫，还是折返回来，自嘲地笑了笑，把手伸进垃圾桶里，把那颗值钱的宝石扣了下来。算了，跟谁过不去，也不能跟钱过不去。看了一眼时间，柳如烟应该已经去公司了，干脆简单收拾了下，准备出门把支票兑了。毕竟现在庄臣回来了，我要做好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准备。路过1楼餐厅的时候，听到我的脚步声，正在用餐的庄臣立马放下刀叉，戏谑地嘲讽道：“方圆哥，下来了，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如烟姐不在，你一晚上都没睡好啊？”他故意拖长了语调，刻意的抬手整理了一下睡袍的领口，露出锁骨几点暧昧的新鲜红痕。见我扎扎实实的看到了，才得意的继续炫耀道：“抱歉，我以前每次飞完长途，时差到不过的时候，如烟姐都会这样陪着我，帮我调整作息。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毕竟我和如烟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你可比不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心脏有种酸酸的刺痛，不过还好，从小到大我都很能忍痛。我歪着头平静的提醒庄臣：“哦，可我和柳如烟月底就办婚礼了，下月初领证。”这句话瞬间就刺激到了庄臣，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朝我怒吼道：“你在得意什么？要不当初他妈死活反对，我们早就成了。
我也不至于被逼到国外去。现在我回来了，你觉得你还能留在如烟姐身边吗？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也只是挑了挑眉，机械的重复道：“哦，可我和柳如烟月底就办婚礼了，下月出领证。”庄臣气得浑身都在颤抖，歇斯底里的骂道：“你还敢痴心妄想着婚礼？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嫁给如烟姐！我一定要把你赶出柳家！”看着庄臣快要发疯的模样，我也依旧很平静，甚至还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轻飘飘地回应道：“哦，可我和柳如烟月底就办婚礼了，下月出领证。你慢慢吃，我出去看个西装。”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朝大门走去。身后的庄臣气到开启了经典的桌面清理模式，尖叫一声后，把将餐桌上所有的碗碟一把推飞，瓷器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看吧，连仇人都受不了冷暴力。出门后，我马不停蹄地将支票兑成了银行账户上的余额。看着那一串令人心安的数字，我终于露出一个真切而放松的笑，又绕道去了城西的一个中档小区。这里有我自己买下的一套小房子，是我一个人的，永远不会被赶出的。家有钱啊，真好。休息了大半天，当我重新回到别墅时，敏锐地发现气氛不对。客厅的灯亮着，原来该在公司处理事务的柳如烟，此刻却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怀里搂着还在低头啜泣的庄臣，柔声低哄着。我开门的声响惊动了他们，柳如烟的目光投过来，嘴唇接住了一下，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直到怀里的庄臣拽了拽她的衣袖，啜泣声更大了些。柳如烟这才下定了决心。方圆，我们的婚礼取消吧。我站在原地反应了2秒，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只是觉得心痛的更厉害了些，连带着鼻头都有些发酸。没关系的，方圆，你一向很能忍。我吸了2下鼻子，点头应道：“好。”庄臣见我这么平静，主动从柳如烟怀里抬起头看向我，通红流泪的眼睛满是得意。我知道他在炫耀什么，几滴眼泪就能让柳如烟取消婚礼。他这个白月光的确很有分量，我也不是傻子，不会真的要和他争个高低。他是天上月，我是脚边泥。我看了一眼柳如烟，觉得其实走到这里已经很好了，再爱下去就不礼貌了。然后我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楼梯。等等，我的脚步顿住，但没有回头。柳氏珠宝那边新到了一批金料，我回头让助理送2根金条给你。我瞬间狂喜，觉得自己刚刚那点心理活动真的矫情的不行，什么爱不爱的给钱就行，立马转过身，挂上了柳如烟最熟悉的甜笑。谢谢如烟，那我先回房间了，你也早点休息。果然，我的脚步声还没走远，庄臣对我收到金条补偿这件事立马不满起来，又将脸埋进柳如烟的怀里，委屈的哭泣声再次传来出来。柳如烟被他这样的反应弄得有些无奈，低下头去哄他。我隐约能听到几个模糊的音节，大约是别哭了，不值当，再等等之类的，又头也不抬地对我说道：“你今晚不用等我了，阿晨状态不好，我要陪他。”我简单应了一声，脚步没有任何停顿，径直消失在转角处。真没时间难过了，我满心满眼想的都是那2根金条，有多长，有多重，多少克，能卖多少钱。洗完澡后，我弟立马拿起手机，迫不及待地准备搜索一下实时金价是多少钱1克，但刚点了屏幕没2下，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接二连三地跳了出来，是庄臣。方圆，你要不要脸？如烟姐都取消婚礼了，还有脸赖在这里不肯滚？你就应该拿了那2根金条就离开柳家。柳家的一切未来都是我的，你就是在偷我的钱，我不会再忍你了。你等着，我马上就会让你从柳家彻底滚出去。我面无表情的看完，然后滑了上去。第一次不走，我拿到了500万；第2次不走，我拿到了2根金条。不要脸就不要脸吧，脸面能值几个钱？但紧接着一阵尖锐的惊呼和杂乱的脚步声响起，女佣吓得大喊大叫道：“不好了，出大事了！庄先生他抑郁症又发作了。”佣人的叫声还没停，柳如烟就已经一把踹开了浴室的门，揽着意识模糊的庄臣朝门外跑去。周叔，备车，赶紧送医院！我突然就明白了，刚刚在短信里庄臣说要给我赶出去，究竟是想干什么了？他这招是真高明，要是学洋柿子小说，玩那些栽赃陷害的，还有被发现的可能；但要是自残，这样一来，我得去收拾东西了。转身就回了房，拿出行李箱，有条不紊的将细软都叠放进去，其他大件的东西连夜加钱叫了人给我搬走，又是一夜未眠。合上行李箱的时候，已经是9点半了，摸了摸胃部，该去做手术了。人生苦短，就该及时享乐。长叹一口气后，拿起手机预约了明天下午的医生。做完这一切后，我刚准备开门下楼吃点东西的时候，咔嗒，柳如烟回来了。她像是累极，声音里都透着疲惫。方圆，庄臣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医生说要避免刺激，这别墅你住不了了。说完，柳如烟习惯性的伸手去摸口袋里的支票簿。我给你一笔钱，你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以后。不了，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了柳如烟的钱。她撕支票的动作猛地顿住，错愕的抬眼看向我，随即皱眉，不耐烦的加重了补偿。嫌少，我再给你加200万。你乖一点，不要再……我伸出手摁下了他准备再度动笔的动作。不，柳如烟，我的意思是我们分手吧。分手？柳如烟头一次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像是在嘲笑我的自不量力，冷斥道：“你舍得吗？舍得我的钱吗？好了，别闹了，是你突然看上了什么新玩意儿吗？车房子还是什么？只要你乖，
我都……他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拉起脚边的行李箱，也是第一次迎着柳如烟的目光，直直的顶了回去。我知道我现在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其实也是托了庄臣的福，因为像他现在正主回来，还闹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我总不能真把他逼出点问题来吧。更重要的是，柳如烟，我再也不想被你当成一个玩意儿看待了，我想做个人。话音落下，我拉着行李箱朝门外走去。柳如烟大概是从未被我如此的忤逆和轻视过，声音里都透着暴怒。方圆，你敢拒绝我？你凭什么拒绝我？你知不知道留在我身边的机会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来乖乖把支票收下。刚刚那些疯话，我可以当作没听到，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我停住了脚步，完全没有在意柳如烟恶劣的态度，反倒是笑了笑。柳如烟，这些年多谢你了，我很喜欢你给我取的新名字，祝你幸福。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别墅。柳如烟果然没有挽留，而是直接怒气冲冲地回了医院。病房里，庄臣半靠在床上，显然对我如此识趣的提分手很满意，只是看着面前魂不守舍的柳如烟有些不满，张嘴就要喊痛，想把柳如烟的注意力再次拉回来。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敲响，是位陌生的医生，看样子很会来事，谄媚地朝柳如烟笑着，开口道：刘总，是这样的，我是咱们医院妇产科的刘主任，方先生上次约的复查过期了，趁着您今天在，我赶紧过来问问，需要我重新给他预约一个，保证都是咱们市最好的内科医生。柳如烟愣住了，像是没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下意识反问道：什么？刘主任这个时候也回过味来了，忙陪着笑：哎呦，我这张嘴，方先生胃癌早期，还可以干涉，问题不大，只要配合医生好好手术，没什么事。可能他怕您担心，所以没告诉您。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柳如烟惊得脸上血色尽退，连呼吸都停滞了几秒，然后猛地起身，死死地抓着刘主任的肩膀，质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毫无理由的话，这已经是在失控的迁怒了。刘主任也被吓懵了，还没来得及解释两句，柳如烟已经松开了。他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一遍接一遍地打了过去。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柳如烟的眉头紧皱，随即收起了手机，一把朝病房门外冲去。无论如何，他必须马上找到我。病房里原本虚弱的庄臣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瞬间扭曲，忍不住朝着柳如烟的背影唤道：如烟姐，我伤口好疼，别走，再陪陪我好不好？柳如烟。庄臣楚楚可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但女人离开的步伐不受丝毫影响，连头都没有回，直到彻底消失。啊！庄臣气得尖叫起来，情绪完全失控，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扔在地上。要你多嘴，你给我出去！刘主任被吓傻了，好在刘主任反应快，下意识后撤2步闪躲了一下，吓得刘主任魂飞魄散，赶忙跑出病房，只留下庄臣一个人在满地狼藉中歇斯底里的哭嚎。而那头离开柳家后，我第一时间就回到了自己的小窝，锁上门，长舒一口气，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伤感，不是哭泣，而是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像个终于被放出来的饿死鬼，眼睛发光的开始疯狂点单，麻辣烫加麻加辣，必须配上厚厚的麻酱烤串、羊肉串、牛肉串、大油边，通通来10串，烤冷面加双蛋加火腿肠。这些年为了当好替身模仿庄臣，我吃的几乎都是他爱吃的那种白人饭，冰冷的沙拉、水煮的鸡胸肉、老干巴面包片子，食物到了嘴里都是凉的，连心都跟着一起凉了下去。现在这是在我家，我方圆自己的地盘，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外卖很快送到，我把餐盒在茶几上铺开，盘腿坐在地毯上，打开一部下饭剧，辣得嘶嘶哈哈，吃得满嘴流油，毫无形象可言。空气里弥漫着食物的香精味，耳边是综艺节目里夸张的笑声。这一刻比我在柳家过的那么多年都要鲜活，就是偶尔想起那2根还没到手的金条，还是会不由得拍大腿觉得可惜。不过转念一想，算了，做人不能太贪心。柳如烟给的钱已经足够我舒舒服服大富大贵的过完下半辈子了，就当是花钱买自由了。而那头柳如烟才突然发现自己对我一无所知，我走得太过干脆利落，没给任何欲拒还迎的机会。直到现在他才发现，除了名字和被拉黑的联系的方式，他什么都不知道。柳如烟从来不在乎我的社交圈，所以他不认识我的任何朋友，连个可以打听劝和的人都没有，也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喜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爱去哪些地方散心，常逛哪家店。京市太大，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我。做完手术是个难得的大晴天，现代医疗技术发达，整个过程快得几乎没有实感。等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麻药还没完全散去，除了小腹传来一阵阵顿顿的闷痛，身体几乎没什么其他感觉。推我出来的小护士目光在我空荡荡的身后扫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他大概觉得做手术连个陪着来的家属都没有，实在是可怜。可我不那么觉得，我不需要家属，有钱就可以，有钱就能享受私立医院的服务，用最好的麻醉请最专业的护工，明码标价的东西我用得安心。我观察了几天，医生便说可以出院了，麻醉还没完全代谢掉，开车不方便，我干脆就站在街边准备打个车回去。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很眼熟，但有点记不得是谁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切又带着浓重乡音的嗓音，是我养母。她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喊道：狗剩是你吗？你快回来，出大事了，
你弟弟他闯大祸了。狗剩是我以前的名字，养父母家全当买了一头会说话的狗，名字取得也很随便。方圆这个名字还是柳如烟给我取的。电话那头，养母还在喋喋不休的哭诉，声音尖利刺耳。狗剩啊，你可不能不管啊，那可是你弟弟，他要坐牢了，我们可怎么活啊？你如今在城里享福，可不能没良心啊！当年要不是我们买下你，好吃好喝的。我笑出声，打断了他的话。养母似乎被我这异常的反应噎了一下，声音听了下来。下一秒，我对着话筒毫无形象的开始破口大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他砸车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活该！像这种人早点被社会淘汰才好。我挪了下屁股，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没管前面司机那惊掉下巴的表情，继续骂道：再打电话来找我，我把你们都拉黑，你们也别想再找到我。电话那头先是安静了一瞬，接着传来养母气急败坏的尖叫，但很快就被我怼了回去，直到电话那头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对方终于承受不住，把电话挂了。整个车厢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声，爽真爽。我神清气爽地回了小区，刚踏出电梯口，一抬头，脚步瞬间顿住。柳如烟，我还是请她进去了。柳如烟不动声色地将我房子公寓扫视了一遍，她的视线在餐桌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那些麻辣烫盒子、烤串签子上短暂停留，眉头蹙了蹙，但终究什么也没说。我给她递了杯水，一时间有些尴尬，家里只有些不健康的饮料，没有咖啡和茶，给你倒了杯热水。柳如烟应了一声，但握着水杯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屋子里陷入了沉默，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滴答作响。过了很久，柳如烟才生硬地找了个话题，扫了一眼身后的餐桌，开口道：你现在刚做了手术，吃这些对身体不太好。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手指下意识的全紧。柳如烟果然知道了，不过我也知道她的确很有本事，瞒不住她也正常。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小手术而已，已经没事了。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柳如烟在听完我这句话后，脸上很平静。我猜连同这件事，她或许也早已知道了。柳如烟只是自嘲的笑了笑，看向我。我本来以为你会利用生病这件事换取我的同情，重新回到柳家。方圆，你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拜金。我没有接话，柳如烟就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抱歉，以前总逼着你模仿庄臣，但其实这次他重新回来，我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快分不清了，分不清对他到底是爱，还是这么多年求而不得的执念，又或者只是年轻时对我母亲强势下的一种叛逆。这5年我们其实挺幸福的。我抬头第一次看见了强如柳如烟这种人眼底的脆弱。的确，其实当初答应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庄臣如果永远不回来，我和柳如烟或许真的可以就这样简单平静的过完一辈子。但没有如果。我抬起头反问柳如烟道：不好吗？他终于回来了，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阿姨已经病故，你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其实你甚至整个圈子都心知肚明，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钱而已。我这样做不纠缠不联系，彻底消息，我以为你应该会很满意。柳如烟回望着我，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道：是，如果我没有爱上你的话，方圆，我甚至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或许是母亲病得最重的时候，你不言不语地替我守在病床前，一守就是好几天。或许你是连咖啡都不会冲，跟着咖啡师一夜又一夜的练。又或许你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好像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你。柳如烟顿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丝绒礼盒，轻轻打开了盒盖，是枚戒指，看着很眼熟，底座居然是被我扔进垃圾桶的那个戒托。原本扭曲断裂的香爪已经被精心修复，而在原本镶嵌宝石的位置，此刻却镶嵌着一颗更大更昂贵的宝石。柳如烟的声音透着典雅：你扔掉的那天，我就从垃圾桶里把它捡了回来，去除了上面干涸的胶水，让人修复了。然后我换了一颗更漂亮的宝石，本来想婚礼上给你个惊喜的。他拿起那枚戒指递到我面前，指尖微微发颤。方圆，我把它修好了，我想把它重新送给你，我们复合吧，好不好？按照常理，我似乎应该犹豫，毕竟我是那么爱钱的一个人。这颗宝石看起来就可很奇怪，我心里却没有半点心动的感觉。我缓缓抬起手，用指尖轻轻地将那个打开的丝绒盒子重新合上了，摇了摇头。不了，刘总，我其实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的。在你说要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在你听到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给我取方圆这个新名字的时候，在你皱着眉头却还是一点点教我怎么用刀叉，怎么看合同的时候，我心动，都是真的。我看到柳如烟的瞳孔猛地一颤，又像是恐慌，又像是希望。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是有些不一样的，甚至可以妄言说是有一些爱的，但你只是爱我，却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你不了解我真正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害怕什么，又渴望什么？你仅仅只是爱着那个在你身边符合你心意的方圆。我最终还是给这段感情判了死刑。很抱歉，柳如烟，我要拒绝你。柳如烟垂下了头，沉默了良久。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和不甘，但最终她还是起了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是我对你太差了。我没有回答。她在我眼里是个完美的金主，却不是个合格的爱人。谈钱可以，谈爱就算了吧。说完，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我想这一次我们之间是真的结束了。后来我是在网页上财经新闻的边角缝隙里断断续续看到了关于庄臣的后续。庄臣的精神状态一直很不稳定，尤其是在他当初和柳如烟的事情遭到柳家反对后。当初柳母逼他出国，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对柳氏名声不好；另外一方面，到底还是在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年少时把作为姐姐的柳如烟当成了全部，已经分不清是不是爱了，而是扭曲了的占有欲。当初送他出国，希望他远离柳如烟的环境能有所好转，但很显然他的情况反而越来越糟了。尤其这次还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柳如烟无法，只好再度将他送回了国外的疗养院。我端着桌上温热的咖啡浅酌了一口，随手关掉了这篇名为《柳氏继子再度被逐出国，豪门权力再惹风波》的八卦小报。轰隆隆，对面那边传来一阵搬运重物的响声，应该是对门空置的房子终于租出去或者卖出去了。我眼神转了转，拿了2个新买的阳光玫瑰，打算去跟新邻居打个招呼，但打开门看到是抱着颗大榴莲的柳如烟，我略微惊讶了一瞬，反应过来柳如烟在打什么算盘，接过她怀里的榴莲，将阳光玫瑰递给她，谢谢，然后利落地合上了房门。我本来是根本没打算跟什么新邻居打招呼的，但考虑到我即将动身去国外继续学业，这房子空着，总得有个邻居能帮忙照看2眼，这才想着先看看对方性格如何，看能不能花点钱让他帮帮忙。真是没想到新邻居会是他，不过是谁也都不重要了，柳如烟没法偶遇到我了。3天后我将飞往一个全新的国度继续学业，至于柳如烟未来的事儿，谁又说得准呢？我或许会在下一秒重新爱上她，也或许永远不会，但爱情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真的不重要了。人生很短，世界很大，我总归都要去看看吧。哦，对了，还得再配上一条很装的文案，我不需要很多钱，但需要很多爱。我最终还是登上了飞往米兰的航班，没回头看一眼京市的灯火，也没扣开对门那扇藏着柳如烟身影的门。出国前，我把柳如烟给的500万分文未动，连本带利存进了专门的账户。从前我总把钱当成唯一的浮木，可当我真的靠自己做完手术，走出柳家，才明白钱能买来安稳，却填不满心里那个空了20多年的洞。我想靠自己活一次，活成真正的方圆。米兰的日子比我想象中鲜活太多。我报了珠宝设计学院，从前在柳如烟身边看遍了世间最顶级的珠宝，却只敢把那份喜欢藏在心底一个替身，哪配有自己的爱好。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通宵画设计稿，可以为了找一块合适的原石跑遍半个欧洲，可以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参赛，哪怕只拿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入围奖，那份靠自己挣来的成就感也比从前刷柳如烟的黑卡买一整柜奢侈品要踏实得多。柳如烟没有打扰我，她没像我预想的那样砸钱买断我的学业，也没轰炸式的发消息打电话，只是每个月会给我发一封邮件，有时是她看到我的设计稿提几句专业又中肯的建议，有时是京市落了雨，她随口提一句我从前种在阳台的茉莉开了，有时是寥寥几笔说庄臣的近况。也是从这些只言片语里，我拼凑出了庄臣的结局。起初柳如烟念着柳母的遗愿，依旧给她安排着国外顶级的疗养院，付着最高昂的治疗费，只盼着她能好好治病，安稳度日。可庄臣根本不领情，他把柳如烟的退让当成亏欠，把柳家的钱当成理所当然。他在疗养院里闹得天翻地覆，不配合治疗，天天以死相逼，要柳如烟去看他，转头就拿着柳如烟给的钱，在外面挥霍赌博，甚至雇了人想跑到米兰来骚扰我，想毁了我的设计展。那一次柳如烟彻底寒了心，他停掉了给庄臣的所有额外资助，只留下柳母遗嘱里规定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的信托金，把他从顶级疗养院转去了公立的福利机构，再也没去看过他一眼。庄臣瞬间就慌了，他这辈子都活在柳家的庇护里，除了会装可怜博同情，用自残换关注，半点生存能力都没有。没了柳如烟的钱，那些围着他转的狐朋狗友瞬间作鸟兽散，他欠的赌债越滚越多，被人追着打断了一条腿，最后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被他拿去还了债，疯疯癫癫的流落街头，最终被当地的精神病院收了进去。听说直到现在，他还天天在病房里喊着如烟姐，骂我是偷了他人生的小偷。可再也没人会回头哄他一句，再也没人会为了他的几滴眼泪牺牲掉自己的一切。他亲手耗光了柳如烟最后一点情分，也亲手把自己的人生做进了不见天日的泥潭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工作室里磨一块原石，指尖顿了顿，心里却没有半分快意，也没有半分同情。路是他自己选的，从他撬走我母亲戒指上的宝石，用字残逼柳如烟赶我走的那一刻起，他的结局就已经写定了。而我和柳如烟的
的转机发生在那年深秋的珠宝展，我的设计入围了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的决赛，需要一个靠谱的品牌方合作落地。圈内的人都劝我找柳氏珠宝，那是国内最顶尖的品牌，供应链和工艺都是顶级的。可我犹豫了很久，我怕一旦和他扯上合作，我们之间又会变回从前那种钱与依附的关系。我怕我好不容易立起来的人生又会跌回原地。直到开展前3天，柳如烟出现在了我的工作室门口，她没提合作，没提复合，只是手里拿着一个丝绒盒子，打开来是我当年扔进垃圾桶的那枚戒托，原本被撬得七零八落的戒身，被工匠用金丝一点点补好了裂痕。我母亲留下的那颗带了刮痕的宝石，被重新稳稳地镶嵌在上面，戒圈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方圆自成方圆。我找了意大利最好的金匠，补了半年才补好。他的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指尖微微发颤。从前我总觉得用钱就能补上所有的窟窿，就能把你留在我身边，可我到现在才明白，碎掉的真心不是用钱就能粘好的。他跟我说，这1年多他翻遍了我所有的设计稿，才知道我原来这么喜欢珠宝。他去了我长大的地方，才知道我从前吃了多少苦，才知道我为什么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处理干净了庄臣的所有事，也终于想明白，他对庄臣从来都不是爱，只是年少时对母亲强势的叛逆，是求而不得的执念。方圆，我爱的从来都不是那个像庄臣的影子，是你。他看着我的眼睛，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和脆弱。我不是来逼你复合的，我只是来告诉你，我会等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学着好好爱你，爱完整的真正的你。我看着那枚补好的戒指，看着眼前这个褪去了一身锋芒，连呼吸都放轻的女人，心里那道冰封了很久的墙终于一点点塌了。我从前总说人要少动没用的心，多捞万能的金，可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不是不渴望爱，只是我从前遇到的爱都带着条件，带着算计，只有钱是明码标价，不会背叛我的。可现在柳如烟站在我面前，没有拿支票，没有提条件，只是捧着一颗真心，看见了我藏在拜金外壳下那个缺爱、自卑却又渴望被好好对待的小孩。我让他留了下来，我们没有立刻回到从前，只是像普通的情侣一样，一起改设计稿到凌晨，一起跑遍米兰的小工厂找合适的工艺，一起蹲在路边吃刚出炉的披萨，喝2块钱一罐的可乐。他会陪着我去吃加麻加辣的麻辣烫，哪怕辣的眼眶发红，也会笑着给我递纸巾，再也不会逼着我吃冰冷的沙拉和水煮鸡胸肉。他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工作室的角落看我画稿，再也不会用钱来左右我的选择。他会认真听我说我的童年，我的委屈，我的梦想，再也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玩意儿。我的设计最终拿了大赛的金奖，颁奖台上，我看着台下笑着看我的柳如烟，突然就红了眼眶。后来我们在米兰买了一间带小院子的房子，我在院子里种满了茉莉，柳如烟会在阳光好的下午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给我剥橘子，陪我晒着太阳改设计稿。我们回国领了证，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漫天的通稿，只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在家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婚戒是我亲手设计的，2枚简简单单的素圈，没有昂贵的宝石，只在内侧刻了彼此的名字。领证那天，柳如烟牵着我的手，低头在我耳边问：方圆，你现在还觉得钱比爱靠谱吗？我笑着回握住他的手，指尖摩挲着戒圈上他的名字。从前我总说我不需要很多爱，只需要很多钱，可现在我才知道，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用钱砸出来的，不是把对方困在替身的壳子里，而是2个人平等的站在一起，看见彼此的灵魂，接住彼此的脆弱，互相扶持，互相温暖。钱能买来很多东西，可只有爱能让我真正落地生根，有了家。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院子里茉莉的香气。我靠在柳如烟的肩头，终于明白，原来我跋山涉水走了这么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遇见一个人能好好爱我，也能让我好好爱他。完结。